你敢相信吗？当全球资本疯狂逃离战火与风险时，亚洲最大的资金黑洞竟然不是纽约，不是香港，而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新加坡。有人在抛售资产，有人在疯狂换美元，有人在担心全球经济崩盘。但与此同时，全球的超级富豪、主权基金、跨国资本、避险资金却正在悄悄涌向同一个地方。更震撼的是，就在美伊冲突升级、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发酵之际，新加坡金管局突然确认，新加坡整体录得资金净流入，而且来源高度多元化。注意，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其恐怖，因为这意味着，当全世界都在恐慌的时候，全球资本已经提前投票，新加坡正在成为亚洲最安全的财富避风港。中东战争正在重塑全球资本流向，美伊冲突升级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，全球 20% 的石油运输命脉面临风险。结果是什么？全球资本开始进入战争避险模式，包括对冲基金疯狂调仓，家族办公室加速迁移，富豪资金转向安全资产，跨国企业重新布局亚洲总部，全球贸易资本寻找稳定港口。而亚洲最稳定的地方是谁？不是日本，不是韩国，也不是中国香港，而是新加坡。因为新加坡拥有3个几乎无可替代的优势。第一是政治中立，新加坡长期奉行不选边站的平衡外交，美国能合作，中国也能合作，中东资本也能进入。这意味着，无论全球局势怎么撕裂，新加坡都能保持中立安全区地位。第二是金融体系极度稳定，全球资本最怕的不是收益低，而是不确定。而新加坡拥有3A 主权评级，强势新元，全球最稳健银行体系之一，以及顶级财富管理中心和超级严格的金融监管。简单说，资本进入新加坡不是为了暴利，而是为了活下去。第三是亚洲最强资金中转站，全球资本现在最需要的是全球连接能力。而新加坡同时连接中国、东盟、中东、欧美和印度，它像一个全球财富路由器，资金来了以后，可以继续流向整个亚洲。这种独特的安全感和连接力，让新加坡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全球资金不约而同的归宿。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庞大趋势的开始。很多人忽略了新加坡金管局最关键的那句话：资金来源相当多元化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现在流入新加坡的不是单一国家资金，而是全球资本正在同步避险。这其中包括中东主权财富基金、中国高净值资金、欧美避险资本、东盟企业资金、家族办公室、科技资本以及加密资产资金。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，因为单一资金流入可能只是短期现象，但全球资金同时流入，往往意味着世界财富秩序正在发生深远的重构。为什么超级富豪都在往新加坡跑？因为现在全球富豪面临着3大不可承受的恐惧。第一是地缘政治风险，战争、制裁、贸易冲突越来越频繁，很多富豪发现财富放错地方，可能一夜之间被冻结。第二是税务与监管风险，欧美税务监管越来越严，而新加坡凭借低税率、法律透明、财富保护机制成熟以及完美的家族办公室政策，自然成为首选。第三是亚洲增长红利，未来全球增长重心仍在亚洲，而新加坡是亚洲资本进入东盟最核心的入口。这意味着资本不仅能在这里避险，还能抓取未来的增长。看着这些超级富豪和机构的疯狂动作，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这场资本的迁移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对未来10年全球格局的一次重新下注。很多人以为新加坡只是银行厉害，存钱安全。错了，新加坡真正可怕的是，它正在成为全球财富的底层操作系统。全球资本在这里设立家族办公室，管理跨国资产，做税务规划，配置基金，做风险对冲，甚至在这里配置 AI 与科技投资，做 Web3 布局和绿色金融。新加坡已经不仅是存钱的地方，而是转变为全球资本的指挥中心。
现在的金管局正在疯狂布局未来。在数字金融领域，他们疯狂推动数字银行、数字支付、跨境结算以及资产代币化和稳定币监管，目标直指亚洲 Web3 与数字资产中心。在绿色金融方面，他们全力推动碳交易、绿色债券和 ESG 投资，打造亚洲绿色资本中心。而在 AI 金融领域，新加坡正在加速 AI 交易、AI 风控和 AI 财富管理。未来最赚钱的可能不是传统银行，而是 AI 加金融，而新加坡已经提前卡位。当一个国家把金融、科技与未来的生存规则完美融合在一起时，它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国家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无法被轻易替代的全球核心节点。很多人以为全球资本流入跟普通人没有半点关系，这完全是误解。每一次全球资本的大规模迁移，都会深度重塑当地的房地产、金融行业、科技行业、高端就业、创业机会以及财富管理需求。真正的大机会，其实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悄然出现了。哪些人最容易吃到这波红利？第一类是金融从业者，包括财富管理、家族办公室、基金、风控、私人银行等领域。未来的专业人才需求可能会继续迎来大爆发。第二类是科技人才，特别是 AI、金融科技、Web3、网络安全以及数据中心方向。新加坡正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吸引这些顶尖大脑。第三类是跨境创业者，因为越来越多亚洲企业会把新加坡当作走向世界的总部，尤其在东盟贸易、AI 科技、数字金融和全球供应链领域。机会会越来越多，但真正最大的红利，其实不是眼前的工资，也不是高涨的房价，而是全球化时代的身份溢价。未来世界会越来越分裂，而拥有新加坡资源、新加坡金融入口以及其国际网络的人，将会拥有极强的全球流动性优势。我们必须看清一个现实，当庞大的资金流和顶尖人才像潮水一样涌入这片土地时，新加坡的整个社会生态和经济结构也正在被重塑。这不仅让它在短时间内聚集了难以想象的财富，更让它在无形中拥有了对抗全球经济周期的超级免疫力。这种免疫力让新加坡在面对外部的风吹草动时，总能展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定力。当其他经济体还在为通胀、失业或者地缘冲突焦头烂额的时候，新加坡已经靠着源源不断输入的新鲜血液，完成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。从传统的转口贸易，到后来的高端制造，再到今天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和科技创新总部，它每一步都精准踩在了时代演变的鼓点上。这种不断进化的能力，正是资本最看重的特质。资本是贪婪的，但资本更是极其胆小的。他们愿意留在一个地方，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地方不仅现在安全，而且未来依然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很多人还没意识到，这一次可能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资金流动，而是全球财富秩序正在经历一场彻底的重新洗牌。当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危机，当全球供应链开始断裂，当资本越来越害怕不确定性的时候，新加坡却正在悄悄成为亚洲最稳定的金融堡垒。全球资本的超级中转站，以及未来10年最大的财富避风港之一。真正厉害的，从来不是新加坡现在账面上拥有多少钱，而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钱正在拼命往这里跑。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大趋势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资产配置和未来的发展方向。问题来了，你觉得未来10年，新加坡真的会超越香港，彻底坐稳亚洲第一金融中心的宝座吗？如果你是全球富豪，面对现在的局势，你会把自己的资产放在哪里呢？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交流。点赞订阅频道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